你是认真的吗？为什么会做抓小鸡的？中间我还有接触过美甲。对，其实这份工作好像对累的心理负担好像太重了。惊吓大于惊吓，也是，我大概吓懂了。到我们现在都语无伦次了。按订阅不用钱啦。那我是汽油。嗨，我是嘉佑。今天我们邀请到嘉佑来访问他的打工的那档事。毕竟每个人打工都会影响到自己的一些价值观啊，一些思想，然后想问问看嘉佑到底以前做过哪些工作，以至于他到现在做了 AV 男优。最一开始的打工是在孵鸡蛋厂里面抓刚孵出来的小鸡，孵小鸡的。你是认真的吗？为什么会做抓小鸡的？因为我住彰化嘛，然后彰化比较乡下，然后就会有一些专门代工孵鸡蛋的那些功夫鸡蛋，对，不是专门代工孵鸡蛋的，代工孵鸡蛋。你说你自己要亲自孵鸡蛋吗？不是，就是它会有一个专门孵鸡蛋的机器。这么特别？对，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大概是要录进去吗？录啊！大学的时候吧。大学，我不敢相信一个大学生刚出社会的年轻人，就是暑假回彰化家里，然后去没事就去打工啊。那个钱好赚吗？其实也没有说好不好赚，就是1个小时基本时薪啊。嗯，对啊。那怎么我当初会知道这工作的？就不相信，我真的不相信呢。欸。爸妈介绍的，就说厝边的迄有欠人啊，你要去做无？我讲好啊。那你这个工作做了多久？做了4年的暑假吧，就是暑假都去那边啊，很酷。就是母鸡生完蛋之后，有受精的鸡蛋就把它放进去一台机器里面烘了之后，过30几天，小鸡就会生出来。生出来之后，我们要把小鸡捡起来数看看这一笼总共有几只鸡，然后再把里面的蛋壳啊，然后一些死掉的没有孵完整的鸡啊，然后再把它清起来，然后要怎么做？那些过世的，他们会全部跟蛋壳放在一起，然后全部去打成憋的饲料。憋的饲料，好神！你真的没有在开玩笑，你没有在闹哎。那后来4年之后，怎么会没有继续做这个？就上班啊，我在工厂上班，然后做这么久嘛？因为你现在不是也在工厂嘛？对，去工厂做了12年，但是中间都一直有在打工啦。12年的工厂当中间有打工的12年呢，多少12年？中间我还有接触过美甲。对，你说你一开始打工孵鸡蛋，对，孵鸡蛋，然后之后呢找了正职的打工，12年里面你做了美甲。对，我做了美甲，然后做了娃娃机。娃娃机。大家可以抓得到，为什么？然后做了木工，现在木工很缺人。做了保险，然后情欲按摩，然后 AV 男优，现在在跨行转 GV 男优。一直在换工作哦，本业没有变，用本业之外的时间就一直去尝试一些我觉得有趣或是可以赚钱的。对，可是你工厂为什么要做这么久？我就很想知道。就因为它是主业啊，你不能失去这个稳定收入。对，有多余的时间，我就可以去做一些我自己喜欢做的，或者是有发展性的。那空闲时间有这么多吗？工厂之外时间，就放假的时候啊。听说你兼职也是赚了不少钱，那你怎么会不想要把正职辞掉，而且还继续做到12年那么久？因为正职还是比较稳定啊，个性比较保守一点，我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基本盘，我才可以去做这些事情，做其他的发展。那我请问你怎么做美甲？到底谁叫你做美甲的？我觉得美甲很酷啊，那个时候也是我自己找的。那个时候美业刚盛行的时候，再加上它的入门槛其实没有到很高。是光疗吗？对，还是水晶指甲？这是一样东西吗？不一样的东西。水晶是用水晶粉，它会去改。那光疗的话，因为它是要照的吗？对，所以现在是比较流行。现在是光疗。光疗，对。那你是久做吗？我自己没有啦。为什么？我觉得你应该要做一下。刚学的那一阵子有做，但是就被讲的不伦不类。谁想要出来？很久之前了。你要大做光疗，然后去参加家长会啊！你这很酷哦。美业的话，入门简单，但是要花很大量的时间去精进。那你美甲做了多久？美甲做了8年，半年啦，吓死我了！没有啦，半年左右就学完，然后有过一个过年的档期。过年很多人会做美甲，过年超多的。那个时候我做到晚上11、2点、1、2点都还在。所以客人都是算大概什么样年纪左右的？都有20几岁到40、50岁。那当初为什么会想做这个？就觉得好玩啊，可以摸手手。
你说单纯是因为喜欢摸手手因？为摸手手就是可以吃点东西。哦，不是这样好不好？我是觉得他可以在指甲上发挥自己想要的一些艺术的感觉，对我就可能是你现在做 AV 男友之前的一个艺术发泄的地方。但是我们到最后只做了半年。因为后来很多销价竞争，入门槛比较简单，就变成是大家为了抢客人，就会每个都降价。就不要理他们啊！降价你是家佑哎，家佑那个时候没有，那个时候没有。然后后来就做娃娃机，对，那个时候娃娃机有正盛行。对，那时候很夸张。那个时候西门町一大堆店都倒了，变娃娃机超烦。对啊，就是全部逛街出去就只剩娃娃机可以逛了。但那个时候是这个还蛮好赚的。我大概是多少呢？我那个时候一开始我就先试水温，然后跟我弟一起合租一台。跟你亲弟弟合租在彰化？对，在彰化家乐福。到底多少？很多啊！那个时候一个月一台，净利就可以到1万多，快2万。净利到1万到2万很高哎，扣掉成本了哎。越来越多店，然后我们就到处租。我那个时候手上最多20多台。好多，收入还不错，就是每天就跟那些10块为伍，就提着那个大咖的水桶去收钱。那你做娃娃机这些有什么样一些困难吗？就是你要学着怎么打台啊，你自己本身会玩？我自己本身不会玩，但是我要学着怎么调，学着怎么样让别人不要从我这边轻易的夹走货。但是我不会去打别人的台，因为我就觉得太没有职业道德了。不是做庄家的就不要去赌，因为我觉得会再输回去。我既然都已经从那边赚来的，我就不想，我就守好我的本就好了，我不要再去给别人骗了。所以这个做了多久？做5年多，好久，5年多，美甲半年之后就做这个，就做娃娃。但后来就也是因为经济泡沫化，所以才对娃娃机太盛行。对，然后后面他有在走下坡的时候，就慢慢的一台。你真的是收场收得很准，就还可以，但最近又起来了啦，最近很多人市场。后来娃娃机收掉，因为你收掉了，你就还要再有一个额外的收入。然后我又上网去找租社团啊，本业都已经做正了，是不是副业就可能要补助一下？对，要偏一点才能够再偏一点。对，所以后来我去脸书社团的8大社团里面，就后来去找到有这种。有，里面很多8大社，然后可能就里面会有男模啊、男公关啊。那种我去做那个，你很适合啊，你做。但是我不会喝酒啊，我就想说啊，我不会喝酒，又不会跳舞，去做男模、男公关好像做不起来。他卖的只是一个陪伴。你不要陪伴他喝酒，我觉得还是重点还是他会喝。这一瓶下我红借过一下就过了。反正后来你就选了按摩。然后情欲按摩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后来去认真的研究一下，哦，原来是专门帮女生按摩的工作。很特别，因为我们圈内算蛮多圈内按摩，但是我第一次听到帮女生按摩，刚刚讲的音到，听到帮女生按摩，这可以跟我讲一下是什么样的过程吗？情欲按摩其实应该就是女生的另外一种包装啦，男生都会支援学生妹、援助学生妹，对，反正就是帮女生按摩。他们大概都点哪一种类型的？肌肉健身很壮的那种猛男啊，然后也有那种小奶狗系列的啊，对啊，就看他们喜欢哪一种。彰化吗？台中。那有哪些特别的经历跟福利？就是我觉得这一定有。我是觉得惊吓比较多，惊吓没有，开门就是对，没有就是开门之后就是很可怕，怎样可怕？因为毕竟现在交友软体那么多，有一点姿色的女生，你要去放松一下的时候，基本上有很多管道，就是说你有交友软体按摩是还有老师就有教说，如果这个女生是你喜欢的，你就按快一点，然后就可以进行下一个步骤。如果这个女生是你不喜欢的，就还要这边这点，对，就你这边比较酸哦，还有这个手指头这边要捏，然后这边可以给他花个5分钟，然后时间一到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时间不够，但是我觉得你身体太僵硬了，你要多按一点，就类似这样子，拖到最后流10分结束就好了。那什么要结束？男生的话，我们训练很简单，就是给他出来嘛。那女生怎么办？女生我出来就好了。那你一直只能接1、2个客人呢？就看啊，看状态怎么样啊。通常一天接1、2个都还 OK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其实这份工作好像对心理负担好像太重了。没有那种什么陪伴友之类的嘛，因为我们圈内有些会有什么指定你1整天，然后出去玩之类的，比较没有这种伴游的行程，就真的都是按摩这样子。对。那你前后做了多久？要做2个月我就不做了，心太累了。对，我就觉得太可怕了。惊吓大于惊吓。也是，我大概懂了。我们现在都语无伦次了，难怪下一个行业就是直接跳到 AV 了。对，我就后来就想说，干这个东西我都可以做的。
我不做了之后，我就一样再回去那个八大类似的社团再找，就找到这个了。然后就找到 AV 天哪，男优这集真的是回归初衷哎。就找到 AV 男优，我就想说这到底是真的假的？不对，因为那时候台湾还不盛行。对，你那时候你算第一批的。我还被骗，还被诈骗。一开始我找到的那一个，因为那个时候还不透明嘛，然后他就跟我说要收押金，然后他收押金要收5000块。什么叫押金我啊？说为什么我去上班还要收押金？然后他对啊就说，因为剧组要钱啊，请女主角要钱啊，场地要钱啊，所以你也不知道女主角是谁啊，气死！他说很多男生都会临时反悔，所以到时候就开天窗。然后他就说要先收一笔押金，好合理然后哦。确定你来了之后再把押金跟薪水一起给你，因为那个时候资讯还不透明，我就觉得好像很合理耶。对，我自己听说好对合理哦。然后我就这样子，我就傻傻的付了5000块押金，后来怎么办？那后来他就没有一直找我去啊，他就说因为什么行程啊，然后再排哪一天啊，之后再延后啊，然后就都没有。啊，后来怎么办我？钱就真的飞了。对，就没了。我想说算了啦，反正然后，那你怎么还敢接下一次的 AV 男优的事情我就什么的？我就一样在找，然后就找到另外一个，下一个我就直接问他说要收押金吗？他说不用啊，为什么要收押金？我说因为上一个我跟我收押金，他说这个不用啊，不用可以耶，那我就真的跨出来。那如果这些工作想回去做的话，想回去做哪个工作？我觉得这些工作全部回去做，我会回去，我一定是娃娃机，对不对？我会回去做娃娃机耶，因为娃娃机真的是太暴力了，了，而且如果看得准，我一次投入大量的资金下去，那个翻倍的速度很快。好了，以上这集就是嘉佑的打工人生，然后谢谢你分享这些故事，然后让我们知道你做过这么多，真的是你说的偏门的工作。对，就是偏门的工作，偏门才会有短时间，但至少从这些故事来说，就知道你是一个很认真的人，就为了要养家活口。对啊，就是毕竟赚2份菜这样子。我没有靠霸主，但是我希望可以当被靠的那个爸爸。哎，对吧？好幸福。好了，以上这集就是我们的嘉佑的分享，然后前面左上角嘉佑的 IG 主动，拜拜。拜。